各位，这些年来我观察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那就是凡是烟酒不沾的男人，十有八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这个特质关系到一个人的修身，关系到他的家庭，甚至关系到他这一生能走多远，走得多顺。但是这个特质啊，并不是世人所想的那样简单。有人说烟酒不沾的男人自律有毅力，将来必成大器。也有人说烟酒不沾的男人太过拘谨，不近人情，难成大事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呢？我告诉各位，都对，也都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样是沾烟酒，背后的心境完全不同，结果自然天差地别。我年轻的时候常去台中一家老茶馆，那茶馆的老板姓林，50多岁，做生意很有一套。他的茶馆不只是卖茶，更是地方上士绅聚会的地方。每天下午总有一群人在那里谈生意，话家常。林老板自己滴酒不沾，也不抽烟，但他的茶馆里烟酒俱全。有人问他，你自己不喝不抽，为什么还要卖这些？他笑着说，我不需要，不代表别人不需要。开茶馆是为了让大家舒服，不是为了显示我有多清高。后来林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茶馆开了好几家分店，儿女也都很孝顺，家庭和乐融融。同一条街上还有另一个人姓陈，也是烟酒不沾。这个陈先生是个教书的，很有学问，但脾气古怪。他不止自己不沾烟酒，还看不起那些抽烟喝酒的人。每次看到有人在路边抽烟，他就皱眉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这些人不懂得爱惜身体，没有修养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如果客人想抽根烟，他就会板起脸说我家里不允许抽烟。久而久之，亲戚朋友都不太愿意去他家。他的儿子后来跟他关系很僵，原因就是儿子偶尔会喝点酒，他就觉得儿子不成器，整天唠叨。最后这个陈先生晚年很孤独，儿子虽然尽了赡养的责任，但父子之间始终有一道墙。同样是烟酒不沾，一个家庭和乐，事业顺遂，一个晚年孤独，父子隔阂，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深入探讨的。烟酒沾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不沾？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我们中国人讲修身，讲的是什么？礼记里面说，君子慎其独也。一个人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还能够保持他的操守，这叫慎独。但是慎独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关起来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慎独是说你心里要有一把尺，这把尺不是拿来量别人的，是拿来量自己。很多人把修身理解错了，以为修身就是要借这个借那个，要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要显得自己比别人高尚。这种想法恰恰是最大的问题。你的心要光明，一个心地光明的人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一个心地阴暗的人，他就算守再多规矩也是错的。我们中国人讲诚意正心，这是大学里的话。什么叫诚意？就是你的心要真诚，不要虚伪。什么叫正心？就是你的心要端正，不要邪恶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真心为了自己好，为了家人好，那就是诚意。如果只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，那就是虚伪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去做有意义的事，那就是正心。如果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高尚，那就是邪念。各位，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这样做。同样一件事，动机不同，性质就完全不同。
比如布施，你布施给穷人，如果是真心想帮助他们，那就是善行。如果你布施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很慈善，是为了沽名钓誉，那这个布施就不是纯粹的善行，里面掺杂了私心。不沾烟酒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为了身体健康，为了有更清醒的头脑去工作，去照顾家人，那就是善。如果你不沾烟酒，是为了显示自己有毅力，是为了跟别人不一样，是为了获得一种优越感，那这里面就有私心，就不是纯粹的善。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什么叫积善？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好事，而是说你的心是善的，你做事的动机是善的。如果你的心是善的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做好事，这叫积善。如果你的心不善，你就算做再多的好事，也积累不了真正的善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概念，叫福报与功德。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概念。福报是什么？福报是你做了善事以后得到的回报，比如你捐钱给寺庙，你得到了平安健康，这就是福报。但功德不一样，功德是你内在的修为，是你心性的提升。福报是可以享尽，你这辈子福报大，可能下辈子就没有了，但功德是带得走的。你这辈子修的功德，生生世世都跟着你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只是为了让身体好一点，让生活顺利一点，那你得到的是福报。但如果你通过不沾烟酒，修炼了你的意志力，提升了你的心性，让你变成一个更有定力、更有智慧的人，那你得到的就是功德。福报和功德哪个更重要？当然是功德更重要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家庭关系。一个家庭要和谐，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你有你的原则，家人有家人的习惯，大家要互相尊重。你不沾烟酒可以，但你不能要求你太太也不沾，不能要求你儿子也不沾。你可以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们，可以用你的道理去劝说他们，但你不能强迫他们。很多家庭的矛盾，就是因为有一方太过强势，总想要改变另一方。做父亲的总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，做丈夫的总想把太太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这种想法最容易破坏家庭和谐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可以给建议，但你不能强加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个父亲自己不沾烟酒，也不准儿子沾。儿子小的时候还好，长大以后在外面工作，难免会有应酬，会喝一点酒。有一次儿子回家，身上有点酒气，父亲就大发雷霆，说儿子不成器，说儿子让他失望。儿子本来只是偶尔喝一点，被父亲这么一骂，反而产生了逆反心理，后来喝得更多了。这个父亲到处跟人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听话，不懂得自律，但他从来没有反省过，是不是自己的方式不对？各位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太过刚硬的人，往往会把事情搞砸。你的原则是对的，但你的方式不对，结果就会适得其反。真正有智慧的父亲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跟儿子说，喝酒可以，但要适度，不要伤身，不要影响工作。他会用关心的态度，而不是用指责的态度，这样儿子才会听得进去，父子关系才能和谐。再说夫妻关系，有个丈夫自己不沾烟酒，太太偶尔会喝点红酒，这个丈夫就看不惯，总是唠叨说女人喝酒不好，会影响健康。太太一开始还会解释，只是喝一点点没关系，但时间长了，太太也烦了，就开始跟丈夫吵架。本来很小的一件事，
最后变成了夫妻矛盾的导火索。各位想想看，这个丈夫错在哪里？他错在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太太，错在不懂得尊重太太的选择。如果他真的关心太太的健康，他可以用更温和的方式，比如给太太讲讲喝酒的危害，或者建议太太少喝一点，但他不能用命令的口吻，不能让太太觉得自己被管制。家庭不是军队，不需要那么多规矩。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。如果你把家变成了一个充满规矩、充满管制的地方，那这个家就不温暖了，家人就不想回家了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道理，儒家讲和而不同，这是很高的境界。什么叫和而不同？就是大家可以不一样，但大家还是和谐的。你不沾烟酒，我偶尔喝一点，这是不同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和谐相处，可以互相尊重，这就是和。很多人只知道同，不知道和。他们以为和谐就是大家都一样，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真正的和谐恰恰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。你看大自然，春夏秋冬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和谐运转，生生不息。你看一个乐队，有弹琴的，有吹笛的，有打鼓的，各种乐器都不一样，但他们配合在一起，就成了美妙的音乐。这就是和而不同。如果所有乐器都发出同一个音，那还叫音乐？那叫噪音。家庭也是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自己的习惯，这是正常的。只要大家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，就能和谐。如果你非要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那这个家就没有生气了，就变成潭死水了。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交往。在社会上，我们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有的人抽烟喝酒，有的人不沾，这都很正常。关键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，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当成唯一的标准。我见过一些人，他们因为自己不沾烟酒，就看不起那些沾烟酒的人，觉得那些人没有修养，没有自制力。这种想法是非常狭隘的。一个人有没有修养，不是看他沾不沾烟酒，而是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，看他做事的方式，看他心地是否善良。有的人虽然喝酒，但他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对朋友讲义气，对家人有责任心。有的人虽然不沾烟酒，但他心胸狭窄，自私自利，对人冷漠。你说这两种人啊，一种更有修养，当然是前者。所以说，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，要看他的内在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观卦，观就是观察，要你用心去观察事物的本质，不要只看表面。很多人看事情只看到表面，看不到本质，所以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。你看到一个人沾烟酒，就觉得他有修养，这是看表面。你要深入去了解，看他为什么不沾，看他对待别人的态度，看他做事的方式，这才是看本质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现象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，就是喜欢给人贴标签。你不沾烟酒就给你贴一个自律的标签，你偶尔喝点酒就给你贴一个不自律的标签。这种做法是很肤浅，也是不公平的。一个人自不自律，不是看他沾不沾烟酒，而是看他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能不能坚持做对的事情。有的人不沾烟酒，但他在其他方面完全不自律，比如饮食无度，作息混乱，做事3分钟热度，这样能叫自律吗？不能。有的人偶尔会喝点酒，但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上井井有条，对家人负责任，这样的人难道不自律吗？当然自律。所以说，
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，人是复杂的，不能简单的贴标签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我们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别人，这才是公平，这才是智慧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中庸。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，但很多人都理解错了，很多人以为中庸就是折中，就是和稀泥，什么都不坚持，其实不是。中庸是什么？中庸是恰到好处，是不偏不倚，是该坚持的时候坚持，该变通的时候变通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因为身体原因，因为工作需要，那你坚持不沾，这是对，这是中庸。但如果有一天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，不喝一杯酒就会得罪人，就会影响大局，那你喝一杯，这也是中庸，因为你懂得变通，懂得权衡轻重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把不沾烟酒当成一个绝对的原则，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变通，那你就走极端了，就不是中庸了。走极端的人往往会吃亏，因为他们太刚硬了，不懂得适应环境，不懂得权衡利弊。孔子说，过犹不及，做任何事情过头了和不够都不好，要恰到好处才好。你太过克制自己，跟你太过放纵自己都不好。真正好的状态是你有节制，但不压抑，你能享受生活，但不沉迷其中，你有原则，但不僵化，这才是最好的状态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书法家，字写得非常好，有人问他，你怎么能把字写得这么好？他说，写字要讲究力度，太用力，笔画就僵硬；不用力呢，笔画就软弱无力。要恰到好处，该重的地方重，该轻的地方轻，这样写出来的字才有神韵。这个道理用在人身上也是一样的，你待人接物也要讲究力度，太过强硬了，别人受不了；太过软弱了，别人又不尊重你。要恰到好处，该坚持原则的时候坚持，该灵活变通的时候变通，这样别人才会既尊重你，又愿意跟你相处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修行的3层次。修行的最高境界不是你戒了多少东西，不是你守了多少规矩，而是你达到了一种自在的状态。什么叫自在？就是你的心不被任何东西束缚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你想做的都是对的，都是符合天道的。这种境界很高，一般人很难达到，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怎么努力？就是要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性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智慧。当你的智慧足够高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也不需要规矩来约束你。佛家有句话叫戒定慧，戒是第一步，是让你先把不好的习惯戒掉；定是第二步，是让你的心能够定下来，不被外物所扰；慧是第3步，是让你开智慧，明白事物的本质。当你有了智慧，你就不需要戒了，因为你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比如说，一个刚学佛的人，可能需要守很多戒律，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他不需要守那么多戒律，因为他的心已经清净了，他自然就不会做错事。这就是境界的差别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现在还需要靠戒律来约束自己，靠规矩来提醒自己，那没关系，这说明你还在修行的路上。但你要知道，戒律和规矩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你的目的是要达到那种自在的状态，是要开智慧，是要明白事物的本质。不管你现在处在哪个阶段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向善的心。什么叫向善的心？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想着对别人有没有好处，对社会有没有好处，而不是只想着自己。
不沾烟酒。如果你想的是我要保持健康，这样我才能更好的照顾家人，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，那你这颗心就是向善。如果你想的是我要比别人高尚，我要让别人羡慕我，那你这颗心就不是纯粹向善，里面有私心。向善的心是一切修行的基础，没有这颗心，你做再多的修行也是白费。有了这颗心，你做什么都是修行，吃饭是修行，睡觉是修行，工作是修行，跟人相处也是修行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位老和尚在山上修行了几十年，有一天有个年轻人上山来拜访他，问他：师父，您修行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？老和尚说：我只有一个心得，就是让别人欢喜。年轻人很惊讶，说：这么简单？老和尚说：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你要让别人欢喜，首先你自己要欢喜，你自己都不欢喜，怎么能让别人欢喜？你要让别人欢喜，你就要时时刻刻想着别人，而不是想着自己。你做到了吗？年轻人惭愧地摇摇头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但道理很深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要你离开人群跑到山上去，真正的修行是在人群中，是在日常生活中。你能不能让你的家人因为有你而感到幸福？你能不能让你的朋友因为认识你而感到快乐？你能不能让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温暖？如果你能做到这些，那你就是真正在修行。烟酒不沾也好，偶尔喝一杯也好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你的心，是你对待生命的态度，是你对待别人的方式。如果你的心是善的，是光明的，那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如果你的心是自私的，是狭隘的，那你就算守再多的规矩也没有意义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你坚持的那些原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是真的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，还是为了获得一种优越感？你对别人的要求是出于真心的关爱，还是出于一种控制欲？你的生活方式是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，还是让他们感到压抑？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，不要等到晚年的时候才后悔，才发现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东西其实是错的。人生很短，不要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执念上，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放在修炼自己的心性上，放在善待身边的人上，放在为社会做有意义的贡献上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自强不息不是说你要把自己逼得很紧，不是说你要守很多规矩。自强不息是说你要不断的提升自己，不断的完善自己。但这个提升和完善是自然而然的，是发自内心，不是强迫的，不是做作的。第四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厚德载物是什么？是你的心要宽广，要能够包容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沾烟酒，就看不起那些沾烟酒的人。你也不能因为别人沾烟酒，就觉得他们没有修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。你能做的就是做好你自己，然后用你的行为去影响别人，而不是用你的嘴去指责别人。最后我想告诉各位，修行这条路很长，但也很简单。说它长，是因为它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；说它简单，是因为它的核心就是一颗善心，颗真诚的心。只要你有这颗心，你就在修行的路上了。不要在意外在的形式，不要执着于那些规矩，要看重的是你内心的成长，是你对生命的理解，是你对众生的慈悲。烟酒不沾的男人
十有八九是心中有大志的人。心中有大志的人终能成大器，因为他们懂得取舍，懂得权衡，懂得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保持灵活。心中有执念的人往往会走入困境，因为他们太刚硬，不懂得变通，不懂得圆融。各位，你要做哪一种人，全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。但愿你我都能够成为那种心中有大志的人，既有原则又有弹性，既能坚守自己又能包容别人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圆满，我们的修行才有意义。儒家讲修养，讲的是克己复礼。克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但不是压抑自己的天性。复礼是回到一个合理的状态，这个状态是符合天道的，是自然的。你看孔子，他说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他对吃是很讲究的。他也喝酒，但是唯酒无量，不急乱。喝酒可以，但不能喝到乱性，这就是中道。孔子从来没有说我要戒酒，我要戒肉，我要过苦行僧的生活。他讲的是一个度，一个分寸。现在很多人一讲到修身就走极端，要么完全放纵，烟酒无度，要么完全禁绝，一点都不碰。这两种都不对。完全放纵，那是被物欲所困，成了烟酒的奴隶。完全禁绝呢，如果你的心态不对，那就是被戒律所困，成了戒律的奴隶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被烟酒控制的人和一个被戒律控制的人，哪一个是自由的？都不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你的心不被任何东西所困。你可以喝酒，也可以不喝酒，但你的心是清明的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有选择的能力。我们来看看易经怎么说。易经里面有两个卦，一个叫损卦，一个叫益卦。损卦是山下有泽，山就显得更高了。这个卦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减少反而是增加。你减少了物欲，你的精神就提升了。但是损卦后面紧接着就是益卦。益卦是风雷，风吹雷动，万物生长。这又告诉我们，减损不是目的，增益才是目的。你减损物欲，是为了你的德行增益，你的智慧增益，你对生命的理解增益。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减损，减到最后变成一个枯木死灰，那就违背了易经的本意。易经讲阴阳平衡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阳太过了就会物极必反，变成阴；阴太过了也会物极必反，变成阳。一个人如果太过放纵，沉溺于烟酒，那是阳气太盛，最后会伤身败德。但一个人如果太过克制，把自己绷得太紧，那是阴气太盛，最后会心理失衡，甚至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你看那些太过严苛的人，他们的家人往往都很压抑，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，这就失去了平衡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道理，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泰卦，天地交泰，天在下，地在上。按理说天应该在上，地应该在下，为什么泰卦反而是天在下，地在上呢？因为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阴阳交泰，万物才能生长。如果天永远在上，地永远在下，天地不交，那就是否卦。天地否，万物不通。这个道理用在人身上也是一样的。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摆得太高，觉得自己不沾烟酒就比别人高尚，那他就是把自己放在天的位置，不肯下来跟人交流，这就是否卦。人际关系必然不通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他懂得降低自己，跟各种各样的人都能相处，这才是泰卦，这才是通达。现在我要跟各位揭示一个真相了，烟酒不沾的男人
十有八九是心中有大志的人。什么叫心中有大志？就是这个人有远大的目标，他知道要成就一番事业，必须要克制自己，必须要把精力放在正事上。他不沾烟酒，不是因为他觉得烟酒不好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，他要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这种人，他的不沾烟酒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策略，不是一种执念。如果有一天他需要在应酬场合喝一杯酒来促成一笔生意，他也会喝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他的心是活的，是灵活的。什么叫心中有执念？就是这个人把沾烟酒当成了一种身份标签，当成了一种优越感的来源。他觉得自己不沾烟酒，就比那些沾烟酒的人高一等。他的不沾烟酒不是为了成就什么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这种人他的心是死的，是僵化的。他把自己困在一个框框里，然后用这个框框去框别人。这种人往往很难相处，因为他总是在评判别人，总是在显示自己的清高。各位，这两种人的区别在哪里？在于心。第一种人心中有目标，沾烟酒是为了达成目标。第二种人心中有执念，沾烟酒本身就是目标。第一种人是活的，第二种人是死。第一种人能成事，第二种人往往会把事情搞砸，因为他太刚硬了，不懂得变通。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例子。曾国藩大家都知道，他是晚清的重臣，平定了太平天国，可以说是救了大清半壁江山。曾国藩这个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，他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的过失，他也不太喝酒，但他不是完全不喝，他知道在某些场合该喝还是要喝一点，这是人情世故。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戒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懂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他懂得变通，懂得权衡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再看王阳明，心学的集大成者。王阳明讲心即理，讲知行合一。他说你不在外面，你在你的心里，你的心正了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的心正，你就算守再多的规矩也没有用。王阳明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要做苦行僧，在山里打坐修行，结果差点把自己搞出病来。后来他悟到了修行不在外在的形式，在内心的觉悟。他后来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但他的心始终是清明的，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各位，我讲这些历史人物，不是要大家去模仿他们，而是要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：真正的修养不在于你戒了什么，而在于你的心是什么状态。如果你的心是为了成就大事，为了利益众生，那你的一切行为都是有意义。如果你的心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，为了获得一种优越感，那你的一切行为都是虚妄。现在我们来谈谈现实生活。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，应酬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做生意要应酬，交朋友要应酬，甚至家族聚会也是一种应酬。在这些场合里，烟酒往往是一个媒介，是一个润滑剂。你完全不沾烟酒，当然可以，但你要懂得如何在不沾烟酒的情况下，还能让别人感到舒服，还能维持好人际关系，这就需要智慧了。我见过一些人，他们不喝酒，但他们会主动帮别人倒酒，会主动敬茶，会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对别人的尊重。这种人别人不会觉得他不近人情，反而会觉得他很贴心。但也有一些人，他们不喝酒，就板着脸坐在那里，别人敬他酒，他就说我不喝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这种人别人会觉得他很扫兴，很不给面子。同样是不喝酒，
态度不同，结果就完全不同。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？是你有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。如果你心里有别人，你就会想办法让别人舒服。即使你不喝酒，你也能找到其他方式来表达你的诚意。如果你心里只有自己，只想着坚持自己的原则，那你就会让别人不舒服。修养不是让自己舒服，修养是让别人舒服。这是很多人都搞错的地方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我有一个学生在台北做生意，他是完全不沾烟酒。有一次他要谈一笔很重要的生意，对方是个老板，很喜欢喝酒。谈生意的时候，对方就说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我这个学生就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，但我敬您一杯茶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然后他很诚恳地给对方倒了一杯茶，自己也端起茶杯一饮而尽。对方看他这么有诚意，也就不勉强他喝酒了，生意最后也谈成了。事后对方还说，这个年轻人不错，有原则，但不死板，懂得变通。各位看到了吗？同样是不喝酒，但这个学生懂得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他的诚意，他没有让对方觉得不舒服，反而让对方觉得他很有修养。这就是智慧。你坚持你的原则，但你不让你的原则成为别人的负担，这才是真正的修养。现在我们再深入一层，从修行的角度来谈。佛家讲修行有3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叫戒。戒就是戒除那些不好的习惯、不好的行为，比如戒烟戒酒，这是初级的修行。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戒这戒那，其实这只是第一步。第二个层次叫定。定就是你的心不被外物所动，不被外物所困。你可以不喝酒，但你看到别人喝酒，你的心不会起波澜，不会觉得别人不对，也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这是终极的修行。第3个层次叫慧。慧就是智慧，就是你明白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，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坏。烟酒本身是中性，关键在于你怎么用。你用得好，它可以是社交的工具，可以是放松的方式。你用得不好，它就会伤身败德。这是高级的修行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停留在第一个层次，停留在戒的层次。他们以为只要戒了烟酒，就是有修行，就是有修养了。其实不然。真正的修行是要达到定和慧的层次，是要让你的心不被任何东西所困，是要让你明白事物的本质。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心不要执着于任何东西，但你的心又是活泼泼的，是有作用。你不执着于烟酒，但你也不执着于不沾烟酒，你的心是自由的，是灵活的，这才是最高的境界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禅师，有人问他，你修行这么多年还吃肉吗？禅师说，吃啊。那人很惊讶，说，你是出家人，怎么还吃肉？禅师笑着说，肉有什么罪过？罪过在人心，不在肉。如果你心里想着这是肉，这是杀生，那你就有罪过。如果你心里没有这些分别，肉就是肉，跟青菜没有什么两样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修行不在外在的形式，在内心的境界。但是各位要注意，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说你们可以随便吃肉喝酒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你要明白修行的本质是什么。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，你还是要从戒开始，要有所节制。但你不要把戒当成目的，戒只是手段，目的是要让你的心清净，让你智慧增长。现在我们回到家庭生活来谈，一个男人如果他烟酒不沾，这本身是好事，说明他有自制力，懂得爱惜身体。但是如果他因为自己烟酒不沾，
就要求家里所有人不能沾，就要求儿子不能喝酒，太太不能有任何娱乐，那这就有问题了。这不是修养，这是控制欲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他会管好自己，但他不会去管别人，除非别人真的做了伤天害理的事。我见过很多家庭，就是因为父亲太过严苛，要求太高，结果儿女都很压抑，长大以后跟父亲的关系都很疏远。这些父亲往往都觉得自己很委屈，觉得自己是为了儿女好。为什么儿女不理解？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他们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儿女，没有考虑到儿女的感受，没有给儿女成长的空间。儒家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多。你自己不喜欢烟酒，不代表别人不喜欢。你可以不沾，但你不能要求别人也不沾。你可以劝说，可以引导，但你不能强迫。强迫只会适得其反，只会让人反感。真正的修养是你能够接纳不同的人，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你有你的原则，别人有别人的选择，大家互相尊重，这才是和谐。如果你总是想要改变别人，总是想要让别人按照你的方式生活，那你就是在制造矛盾，制造冲突。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。基隆有一个老渔民姓黄，70多岁了。这个黄老先生年轻的时候是喝酒，出海打鱼回来总要喝2杯，但后来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医生建议他戒酒，他就戒了。戒了以后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该干嘛干嘛。村里有人办喜事，他还是会去，别人敬他酒，他就笑着说，我现在不喝了，身体不行了，但我敬你一杯茶。然后他会很开心的跟大家聊天，讲他年轻时候出海的故事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觉得他是个很随和的老人。有一次我去基隆，正好遇到黄老先生，我就问他，你戒酒这么多年，会不会想喝？他说，偶尔会想，但想想也就过去了。我又问他，你看到别人喝酒，会不会觉得他们不对？他笑着说，有什么不对的？人家喝酒是人家的事，我不喝是我的事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。我听了以后心里很感动。这个老渔民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但他懂得的道理比很多读书人都要深刻。各位，这就是我说的真正的修养。真正的修养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的心是什么样。你的心是宽容的，是接纳的，是不评判，这才是修养。你的心是狭隘的，是排斥，是总在评判别人，那就算你戒了再多东西，也不是真正的修养。现在我们来谈谈，为什么有些人会把不沾烟酒当成一种执念，这背后有很深的心理原因。很多人内心深处是不自信的，是缺乏安全感的，他们需要通过一些外在的标签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来获得一种优越感。不沾烟酒就成了这样一个标签，他们觉得只要我不沾烟酒，我就比那些沾烟酒的人高尚，我就有资格去评判别人。这种心态其实是很可怜。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，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，他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不需要显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他可以不沾烟酒，但他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标签，不会把这个当成一种优越感的来源。他只是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，所以我选择这样做，仅此而已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谦卦，地三谦。本来山是高的，但在这个卦里山在地下，这就是谦虚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就像这个谦卦一样，他有很高的德行，但他不显摆，他把自己放得很低，他不会到处宣扬自己沾烟酒，不会到处显示自己有多自律。
他只是默默地做自己该做的事，默默地修炼自己的德行。反过来，那些总是强调自己沾烟酒的人，就像山在地上，高高在上，这就是傲慢。傲慢的人往往会招来祸患，因为他们得罪了太多人，因为他们让太多人不舒服。易经说谦受益，满招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越谦虚，你得到的越多，你越傲慢，你失去的越多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谈一个更深的层次，就是修行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修行的目标是要成仙成佛，是要脱离这个世界，其实不是的。真正的修行是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，是要让你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是第一步，但不是终点。你修身是为了齐家，齐家是为了治国，治国是为了平天下。你的修行如果只是为了自己，那就太狭隘。佛家也讲自度度人，你自己得度了，还要去度别人。如果你只管自己修行，不管别人死活，那你就是小乘，不是大乘。大乘菩萨是什么？是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是愿意为了众生而牺牲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各位，你不沾烟酒，如果只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一点，这个出发点太小。你应该想，我不沾烟酒是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精力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，去帮助更多的人，这样你的格局就大了，你的修行就有意义了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不沾烟酒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高尚，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，那你的格局就小了，你的修行就走偏了。你不但帮不了别人，反而会伤害别人，因为你的傲慢会让别人不舒服，你的评判会让别人受伤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道理，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要刻意去做什么，但你该做的都做了。这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要有太多的执念，不要太刻意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很自然的，是你觉得这样对你比较好，那就是无为。但如果你每天都在想着我要坚持不沾烟酒，我要证明我有毅力，那就是有为，就是有执念了。有执念的人往往会很累，因为他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要时刻克制自己。没有执念的人就很轻松，因为他不需要提醒自己，他自然而然就是这样。这就是境界的差别。现在我们来谈谈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。首先，如果你选择沾烟酒，那很好，这说明你有自制力，懂得爱惜身体。但你要记住几点：第一，不要把这个当成一种优越感的来源，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尚。第二，不要把你的标准强加给别人，不要要求家人朋友都跟你一样。第三，在社交场合要懂得变通，要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你的诚意，不要让别人觉得你不近人情。如果你做到了这3点，那你的不沾烟酒就是有意义的，就是真正的修养。如果你做不到这3点，那你的不沾烟酒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执念，可能会给你和你身边的人带来困扰。其次，如果你现在还在沾烟酒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就不如那些沾的人。关键在于你沾不沾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节制，有没有被烟酒所困。如果你能够适度的享受，不过量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但如果你已经被烟酒控制了，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和家庭了，那你就要考虑戒除了。戒除的时候也不要太刻意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可以慢慢来，一点一点减少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找到烟酒之外的乐趣，要让你的生活充实起来。
很多人戒不掉烟酒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空虚了，除了烟酒没有别的乐趣。如果你有其他的爱好，有其他的追求，戒烟戒酒就会容易得多。最后我要跟各位说，不管你沾不沾烟酒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要正，心正了，一切都正；心不正，一切都偏。心是善的，你做什么都是修行；心是狭隘的，你守再多规矩也只是形式。各位，人生如茶，慢慢品，细细悟。愿我们都能以一颗光明之心行走在世间，既能坚守自我，又能包容万物。这样，无论是沾与不沾，我们的人生都会自在圆满，家庭都会和乐，事业都会顺遂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好好看看自己的心，好好对待身边的人，把心放宽，把格局放大，把善念长存。如此，方不负这一生。